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呢，又带你们来山里面看一些闲置的房屋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身后呢是有个院子的，从这边，是有座院门，都是用竹子搭建的，显得呢，在农村里面还比较有意境。旁边呢种了很多绿植，这边有三角梅，还有绣球花。这栋房子啊，距离县城将近有10公里。距离镇上啊，将近有2公里，交通是挺便利的。这边进村的道路啊，将近是6米宽的水泥路面。进了之后啊，我才发现整个院子还是给人的感觉挺舒服的。院子里面呢，都种满了花花草草。这边啊，是用木板修了一条台阶小路，在两边呢种满了这些应该是满天星吧。这个时候啊，正开着花。还挺好看的。今天的天气啊也比较好，但是来到这边啊还是感觉有点热啊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到院子了，来看一下，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，中间呢是堂屋，两边是卧室，整个楼层的高度啊将近有4米左右，然后房子的开间呢是4.5米。进深呢将近是6米，上面呢盖的是本地的青瓦，这样的青瓦片啊，2、3年需要检修一次，要不然啊屋顶上的瓦片很容易坏掉，然后漏雨。在这栋房子的旁边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里呢是一处砖结构的房屋，它的外面呢都是贴了砖的，但是呢它是给它用芦苇帘子这样子给它包裹在外面，可能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吧。看这边也是有道房门可进入的，这边还是做了不锈钢门，和这栋房子呢整个院子我觉得显得是有点格格不入了。我个人啊还是比较喜欢木房子的。看一下这栋房子呢，基本上是农村比较保持原有的一个建筑风格。这边呢是土家族，和我们苗族的房屋呢是差不多的，都是木结构的，而且这边的窗户啊留的都没有多大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些木板墙呢，时间久了显得是比较陈旧，颜色呢也比较深。这边的主人家呢是在门口的位置种了很多这样的盆景，整个这边呢基本上全部都种满了，包括这些门板之上它也挂上了这些小盆景。然后这边房门啊是大门紧闭。其实这样的房子啊住在里面，它可能对于外地的一些朋友来说啊，它会显得比较过于陈旧。如果是过来直接想拎包入住的话，像这样的房子我觉得还是需要装修的，毕竟它里面的一些功能设施啊是不齐全的。以前呢农村里面大部分用的都是旱厕，现在城里面如果想过来居住的话，要把这个旱厕给盖掉，要不然的话是很难适应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。这边呢还有一棵盆景，应该是杜鹃花之类的吧，长时间呢好像也没有打理，所以它的叶子呢长得并不好。然后这边呢是有一座户外的凉亭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座户外的凉亭呢应该是用钢架结构搭建的，上面呢盖了一个仿稻草的一个屋顶，然后呢里面吊了一些装饰。整个凉亭呢大概宽有20来个平方左右，平时呢有些朋友啊来到这边聚餐喝茶聊天，可能这个凉亭呢用的就比较多了。然后这边呢是用水泥砖直接铺了，形成一个相当于类似的一个硬化地面，
当然这边有桌子，没有椅子。这边啊看得出荒废的时间也比较久了，整个地面呢全部都是一些落叶，也没人过来打扫。然后这边呢是一些竹子围成的一个篱笆院子，然后这边呢也是用竹子围的。其实整个户外的凉亭呢是可以看到整个江面的风景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在这边呢是有一棵柚子树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棵柚子树呢现在是没有结果，然后这边大门口进入的位置是有棵大树的，形成了一道天然亮丽的风景。这栋房子啊，唯一我觉得可能地理位置不太好的就是这座高架桥啊离得太近了，所以过往的车辆从上面经过的时候，轮胎摩擦的声音还是很可以轻易的听得见，显得呢是有点嘈杂了。这边啊三角梅长得还挺不错，这个时候啊都开了花。整个小院没有多大，大概占地面积呢将近有400来个平方左右，房屋的占地面积呢将近有200多，整个院子这边呢将近有70-80，然后加上凉亭还有进来的小道，有100-200左右，400多个平方吧。这样的小院在农村来说算是不错了，但是欠缺的可能这边少一块菜地，如果再有块菜地的话就完美了。那这套房子呢，我通过和邻居了解到是基本上是可以打扫卫生入住的，当然里面需要改造一些。然后呢，透过窗户我们也可以看到房屋的内部呢是摆放的有茶几，平时呢主人家回来可能和朋友在这边聚聚餐喝茶。然后这边的房间呢是没有清理出来的，堆放的是一些杂物。现在堂屋呢是大门紧闭，我们看不到堂屋的一个情况。看得出啊，这户主人家是比较讲究的人。看门前呢是种了很多这样的盆景，打理的还挺好。这些三角梅啊，还有这些菊花，有绣球花，这个时候啊，有的都已经开花了。看这边呢是从山里面直接捡过来的一些废弃的树桩，上面呢放了盆景，显得还是比较有意境的。这算是闹中取静的一栋房子，距离邻居家的房子还是挺近的。好在呢，旁边的房子也是一栋闲置的木房，已经没有住人了，10多年啊都是空着的。然后呢，整个村子大概有70-80户人家，大部分呢都已经搬上去了。靠近清水江边呢，这里只有3到4栋房子，因为这边呢马路修在上面，然后底下的这条马路呢基本上是没人走了。然后呢，和这栋房子的邻居我们了解到啊，这栋房子目前是处于一个半闲置的状态，主人家呢是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些院子的布置，然后呢平时也没在这边住，所以这栋房子呢是可以对外出租的。大概的情况呢就是这个样子。朋友们，对于这样的一个院子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这边啊距离城里还是挺近的，生活起居都是很方便。平时到镇上去买菜的话，大概骑个单车就可以了。那这期的视频呢，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还请大家记得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